唔同嘅花式跳繩比賽亦都會有唔同嘅評分準則。一個好嘅評分準則，除咗令到成個賽事更加公平，仲可以令到觀賞性增加。今日我就會講一講究竟我嘅心目中評分準則係點嘅呢？Hello， 歡迎大家翻到嚟我 Timothy 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唔知大家參加過乜嘢嘅跳繩賽事呢？究竟係一啲傳統嘅花式跳繩比賽、交互繩嘅 Fusion Double Dutch， 定係你參加過Elite嘅個人全能 Battle 嘅賽事，定係飛咗去日本有參加佢哋嘅 Sing Group Contest 呢？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 channel 嘅朋友仔，咁呢一個 channel 咧，我最主要會分享一啲跳繩嘅八卦事或者知識，我自己嘅訓練方法、動作嘅拆解，又或者關於我 Timothy 嘅一啲事情。所以如果你係好中意跳繩嘅話，一定要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如果你對於花式跳繩係冇認知嘅，唔緊要，今日我都會基本講解下究竟我哋跳繩入面係點樣評分嘅咧。咁其實咁多年都離唔開幾樣嘢，就係難度分、創意分、必須元素嘅分同埋失誤分，但係唔同嘅年代都會有少少嘅偏差。乜嘢意思呢？例如08、09之前，其實好簡單，你個難度分加創意分再減翻個失誤分，其實就係你個最終成績。但係再過多一兩年就變咗，你難度分減失誤再加創意減失誤就係你個分數。再過多一排啦，難度減失誤排一個 rank， 跟住創意減失誤再排一個 rank， 咁你兩個 rank 相加，你越低 rank 嘅話咧，就係越贏到冠軍。咁幾時會睇總分呢？就係兩個 rank 係相同嘅話，我哋先會拎個分數嚟睇嘅。再去到而家 IGRU 制度啦，咁就會變咗難度分成創意分成失誤分成必須元素個分，再減翻個重複動作，就係你個總分啦。而今日我主要會分翻開幾樣嘢講，就係難度分、創意分、必須元素個分。咁首先講下難度先，我幾中意而家 IGRU 呢個制度係由0.5分去到8分。因為呢一個真係一個階梯式，慢慢由淺至深升到上8分，你嘅動作技巧又或者個力量體操要去到咁上下先可以攞得高分。但係如果有樣嘢跟過就係更加之好啦，就係仿效翻我哋以前 FitSet 嘅制度。如果難度分係設咗一個上限，咁大家就唔會淨係集中喺難度上邊，而個分去到最頂級嗰陣就會慢慢會諗多啲。我喺創意上面點樣可以做翻好啲呢？因為近幾年其實我哋見到好多片主要以多重為主，咁以多重為主就係因為佢好容易攞到一個8分嘅動作，而8分越多，你個分數就越高。咁呢一個我都明白，因為我自己喺世界賽套花式入邊都係有好多嘅多重動作，冇辦法啦。因為如果要贏一個比賽，首先要知道佢個規矩係點。我哋係望住規矩而行嘅，而今日我係講我理想嘅制度，所以我係想有個限制喺度。當去到某個分數限制咗嘅話，大家自然就會由難度慢慢走多少少去創意度，成個花式嘅觀賞性咧就會高少少啦。跟住就去到創意分啦。以前嘅評分準則一般都係由0分去到10分。咁裁判當睇完成套花式嗰陣咧，就會俾分你，咁佢覺得合理嘅可能就俾高分啲啦，唔合理嘅話就低分少少。去到而家就分兩種啦，一個我哋叫 PA， 就係睇你每個動作靚唔靚，然後去俾分。咁而喺 PR 上邊咧，就有機會就係一啲你音樂嘅運用啊、場地移動同觀眾中間嘅眼神接觸、一啲互動嘅效果。而唔多過2秒就會俾一次分你。咁我自己咧係比較中意而家 IGRU 呢個制度嘅，因為每2秒俾一次分，一定會好過以前咁樣。當你睇晒成條片，先俾0至10分揀一個位，一定係會更加之好嘅。而喺場地移動上邊，我覺得可以仿效翻以前嘅評分方法，令到成個花式嘅賽事觀賞性更加之高。咁以前嘅走位係點樣俾分呢？好簡單，就係走4角，而走4角就係一個正方形嘅場地。如果你係由呢一個位開始，你要係走晒4隻角，每隻角都有分，而最尾翻到中間嗰個位咧就為之滿分。因為每隻角都有佢嘅分數，你一定要環繞走一個圈，又或者你係可以自由選擇交叉咁樣走，
總之你每一隻角都掂到嘅話，其實你個評分就會滿分㗎喇。咁而家我哋好多時候見到唔同嘅花式賽事，其實參加者就會喺固定嘅位置，而以前喺保持移動嘅情況下咧，觀賞性就一定會更加高嘅。咁另外有個分數咧，因為我唔記得佢係創意定係難度，所以咧我就擺住喺創意度先。咁呢個分大概係喺09至10之前嘅，而呢一個分數點樣先高分呢？就係要你分開唔同類型嘅動作做。咩意思呢？例如體操元素、放柄、交叉、多重，我哋分為幾種元素喺度啦。如果你一次過淨係做相同嘅元素，你個分數就會好低。你一定要將唔同嘅元素有間隔，你先會高分嘅。例如大家可以睇翻我10年比賽嘅嗰一條片，咁呢條片除咗你見到我所講嘅間隔分數之外，仲可以睇埋我個走位喎。例如你可以見到我呢個時候做完一個放柄多重，然後再做少少多重轉一啲胯下交叉嘅動作，再多重轉身，再胯下，再力量動作，每一個花式中間嘅間隔都有嘅，而中間每一個多重都會向前走位，不停移動，呢個就係我所講嘅觀賞性。另外你會見到我個間隔就係，當我每一個類別嘅動作間住做，就會喺呢一個嘅創意分就會攞得特別高。咁呢一個有咩好處呢？個好處就係你唔會淨係見到一個人可能做 double bounce 多重 double bounce 多重多重 double bounce 多重多重。咁雖然呢度可能隔咗 double bounce，但係中間嘅元素係冇轉變過嘅。而以前嘅評分準則就係要將唔同嘅元素有適當嘅間隔，先可以令到佢更加高分，又或者更加好睇。而去到必須元素方面啦，咁其實我覺得必須元素無論咩年代都差唔多，係以前可能你要連續做4個多重先有一組元素分，要攞3至4組，去到而家只需要做4個多重已經完成咗。所以喺元素方面呢，我個人覺得呢個睇法係冇乜嘅。咁去到失誤分啦，失誤分以前係分大細失誤嘅，咩意思呢？就係你 K 一 K 條繩就細失誤，你跌咗個柄或者停多過2秒就會計大失誤。咁兩個嘅扣分係唔同嘅。去到而家其實你大 kick 或者細 kick 其實都會係計同一種分。咁我自己係偏向中意以前有大細失誤嘅。點解我會中意以前嘅計分方法呢？因為我自己覺得唔同失誤程度，除咗對運動員影響，對於個觀賞性上邊其實都有影響嘅。所以有時條繩停頓好耐甩咗柄，又或者揩一揩，其實應該係用一個唔同嘅失誤分計算呢，會係比較好嘅。今日呢條片我就講咗我自己心目中嘅評分準則係點。唔知大家心目中嘅評分會係點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同我講，咁我都會同大家討論一下嘅。最後我睇翻啲數據，好多人仲未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啊，齋睇唔 subscribe 唔得，所以快啲撳翻個訂閱掣啦，知唔知？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